妈妈，这个小盆子里好像很多小蝌蚪。这个是晚莲的种子在发芽。晚莲是什么？晚莲就是小一点的莲花哦。我知道了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我厉不厉害？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夏日炎炎天雅致，花开艳丽醉心窝。家里养一盆晚莲的话，亭亭玉立，淡雅清香，马上就会上一个档次。而晚莲的种植也比较简单，只需一个大一点的容器和水就足够了。但说简单也简单，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的。下面这些点都做到了，你才能在炎热的夏季欣赏到粉嫩的莲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花花不说多肉了，因为现在清明节前后刚好是种植晚莲的时间，而花花除了多肉外，也有养晚莲，所以今天分享一下经验，一起来看看。1. 种子处理。晚莲的种皮很厚，为了能够顺利发芽，我们需要人工把种子做开口处理。晚莲种子为椭球形，一端是圆润的凹面，另一端有一个小尖尖的凸起，我们需要在凹面进行开口操作。开口方法有3种，一种是在水泥地上磨，另一种是用剪刀剪掉，第3种就是用刀片削掉，但刀片很滑，要注意安全。但无论用哪种方法开口，注意不要伤及里面的种胚。处理后的种子用20摄氏度的温水浸泡1至2天，水需要浸没种子，早晚各换1次水，使种壳软化，种胚吸水膨胀。外皮软化之后就很好处理了，剥去1/3，使种胚露出更多，不要整个剥完哦。有些人这2个步骤是互换的，先泡2天再削这个也是可以的。泡完种子后，我们要催芽，用30至40摄氏度的温水浸泡种子，但温度不要太高，否则会把种子泡熟。依旧每天早晚换1次水，注意保温，3天左右可萌发新芽。2. 定植。前叶指的是荷花新长出的叶，外形似铜钱，俗称前叶。前叶生长需要7至10天，这时需要做好2件事，一是换水，换水需要1日1换，保持水的深度在10厘米左右。2是多晒太阳，如果没有太阳，就一定要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，保证晚莲幼苗能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，尽快长出不定根。2周后，晚莲种子长到2叶一心的状态是标准定植条件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着手定植了。所谓的2叶一心指的是每个幼苗上有2片叶子，这2片叶子紧密相连，中心处似乎只有一个叶柄，形状像一个心形。这种生长状态也被称为合生叶。在晚莲生长过程中，2叶一心是非常重要的生长状态，因为这标志着幼苗已经开始向上生长，准备形成完整的植株。在2叶一心的阶段，晚莲的生长速度会逐渐加快，叶片数量会不断增加，直至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晚莲植株。定植，选择一个美丽的傍晚或者清晨，把种子轻轻摁入土里，没过种子就好，不要摁到底，加2至3厘米的水。定植后阴凉处缓苗3天，不可暴晒。缓苗后再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沐浴阳光。判断缓苗成功有3个方法。1. 观察新叶颜色。种苗成活会生长出新的须根，能进行正常的水分代谢。根据顶端优势原则，此时新叶供水充分，显现嫩绿色，而缓苗未成功种苗的新叶则因缺水显现深绿色。2. 观察新叶是否有吐水。种苗成活后新叶叶间有吐水现象，吐水是根系正常活动的一种表现。3. 种苗整体瘫软，叶片发灰，则种苗还未成活，仍需要几天缓苗。定植前需要准备花盆，盆栽荷花可以用盆、缸、碗等不漏水的容器，这些容器以瓷器为上品，紫砂盆高雅大方也不错，陶器要镀釉才行，塑料盆轻便便宜也可选用。在选盆时要注意盆的深浅和大小，因为荷花是异花授粉植物，种子的变异比较大，不能确定品种型号的大小，因此应选用直径不少于30厘米，深不少于18厘米。而晚莲的土为了有利于荷花的生长，最好选用糖泥、河泥、稻田土或菜园土等较肥沃的土壤，其中以糖泥最佳，但要注意不可以选择受污染或栽培过荷花的糖泥。受污染的泥通常很黑并有强烈的异味，栽培过荷花的糖泥会很黑，缺少营养。因为糖泥本身就有营养，所以如果用糖泥的话后，影片后面说的施肥步骤可以省略。3. 土的处理。
土主要为荷花提供必需的营养和固定植株，在定植前要做一些前期工作。一是装盆，装盆要看盆看土进行，按照盆深度的60%至70%装土，如10厘米深的盆装土约7厘米，20厘米深的盆装土12至15厘米，30厘米深的盆装土20厘米左右，要留出一定的注水层。二是泡土，就是在盆中加入水将土泡软，泡土也要看土质而定，以泡软为标准。将土泡软后搅拌成泥浆，待泥浆沉淀后再进行定植。4. 管理。1. 拂叶期、幼苗期。拂叶期是定植后到粒叶开始生长前的这段时间，这个时期要让荷花尽量多晒太阳，提高盆内水温，有利于顶芽的快速生长，减少烂苗。注水层可以保持3至5厘米的水深，腐叶数到5至6片以上，可以用硫酸钾复合肥。30厘米直径的盆，每盆施用5粒左右，将肥料直接放在盆中央的水中，千万不能将肥料直接接触叶片。2. 营养生长期、粒叶期。粒叶期是粒叶生长开始至线蕾，这一时期气温比较高，生长量大，如果基肥不足很容易造成黄叶，影响生长，并且这一时期在营养生长的同时，花芽也会形成，很多品种在第一片粒叶长出就开始线蕾了，甚至粒叶还未长出就开始线蕾。因此这一时期施肥特别重要，可以每20天左右，每盆施用硫酸钾复合肥10粒左右。同时这一时期也要注意修剪，及时将黄化的腐叶和粒叶摘除，以增加通风透光性。摘叶时注意留适当长度的叶柄，以断口不进水为度。这个时期要保持盆内水加满，多晒太阳，有利于早线蕾。3. 生殖生长期、花果期。花果期指线蕾至果实成熟，这一时期气温高，营养和水分消耗大，施肥可以参照粒叶期的施肥标准，特别要注意给盆加水，加水要加满，防止脱水影响生长甚至死亡。到花果后期，叶开始黄化，种藕开始发育，要减少施肥，甚至不施肥，特别是复合肥最好不再施用。生长期之后就是枯黄期，枯黄期指果实成熟后至地上部分全部枯黄的这个时期，这一时期管理比较简单，保持土壤湿润就行。4. 休眠期。休眠期指地上部分枯黄后至第2年开春顶芽开始萌动的这一段时间，这一时期的管理关键在于安全越冬，长江以南地区可以在室外安全越冬，长江以北地区大面积种植可以用多层塑料薄膜覆盖保温，家庭种植可以放入室内过冬。5. 播种时期。晚莲播种从3月底到7月上旬均可进行，长江以南地区在3月底至4月上旬，也就是清明节前后播种最佳，长江以北地区最好在4月下旬，夜晚温度不低于15摄氏度时播种，切忌宁晚勿早，待气温保持稳定时再进行。最后，晚莲是长日照强阳性植物，开花对光照的需求比较高，以选择全日照的场地为好，有利于早花多花。家庭种植楼顶天台最好，庭院种植不能有高大的物体遮光，窗台和阳台种植以选择南向为主，北向次之，东西方向最好不要选用，所以室内养护晚莲效果都不太理想。为了让晚莲持续开花，开的第1朵花建议从水面上剪掉，这样可以让它保留养分，促进后面开花更多。以上就是介绍晚莲种子种植的内容，如果有疏漏和错误欢迎指摘。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